建党100年之际，英雄的人民军队迎来第94个生日。周日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永远不能变的军魂，永远不能丢的命根子。中共中央政治局周五下午还就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奋力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举行第32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坚定决心意志，增强紧迫意识，埋头苦干实干，确保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把握强国强军时代要求做出的重大决策，是关系国家安全和发展全局的重大任务，是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3步走十分紧要的一步。习近平指出，回顾党的100年奋斗历程，坚持党指挥枪，建设自己的人民军队，是党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得出的重大结论。我军建设“十四五”规划对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做了战略部署，推进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是关系我军建设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是我军的责任，也是全党全国的责任。建军100年的这样一个奋斗目标呢，也是应对100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个需要。那么在当前国际社会正在处在一个变革期，那么世界并不太平，要应对中国面临的各方面的挑战，也必须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必须实现强军目标，才能更好地实现强国的目标。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目标的引领下，可以更好地实现跨越式发展。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最初是在去年10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19届5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4个5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明确提出的。它标定了今后一个时期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目标指向和发展重心，使国防和军队建设的规划更加具体，路径更加清晰，任务更加明确，环节更加合理，确保了我军现代化进程的有序衔接，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去年11月26号，国防部发言人任国强表示，历史性提出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根本指向是提高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战略能力，为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阶段性目标任务提供了战略引领。对确保2027年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极端重要性，可以从以下4个方面加深理解。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要求加快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要求加快军事理论现代化、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军事人员现代化、武器装备现代化，要求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要求促进国防实力和经济实力同步提升。对于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解放军报社论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把握强国强军时代要求做出的重大决策，是关系国家安全和发展全局的重大任务，是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3步走十分紧要的一步。宏伟蓝图已绘就，砥砺奋进正当时。全军要坚定决心意志，增强紧迫意识，埋头苦干实干，确保如期实现既定目标。针对建党100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又一次突出强调党指挥枪原则。新华视点微信公众号发表评论指出，今天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原则制度，有了这一整套制度做保证，党的领导就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朝着党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人民军队就能不断发展壮大，党和人民事业就有了坚强力量支撑。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这个本质特征，也是我们党和我们国家、我们军队特有的政治优势，也是人民军队的建军之本、强军之魂。我们人民军队在发展的过程中也是走过弯路的。那么在古田会议确定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样一个原则以后，那么我们人民军队呢，从胜利不断的走向胜利，可以说是血的教训，也是历史经验的一个总结。武器装备现代化是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其中重要一环，也是外界广泛关注的焦点。
在建党100年的重要时间节点上，装备建设取得的一系列成就令人瞩目。4月23号，海军3型主战舰艇长征18号艇、大连舰、海南舰在海南三亚某军港集中交接入列。习近平出席交接入列活动并登上舰艇视察。这次集中入列创下3个首次，国家最高统帅首次同时为3艘大型主战舰艇入列授旗，海军首次同一天一次性入列3艘主战舰艇，一支舰队同天接收3艘水面、水下大型主战装备也是首次。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中国人民解放军空中梯队亮相庆祝大会，其中多达15架歼20隐身战机分成3个编队，沿着党旗指引的方向振翅奋飞。如此大规模的歼20梯队飞越天安门广场尚属首次。7月16号，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研制的亚轨道重复使用演示验证项目运载器首飞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国防科工局新闻宣传中心官方抖音账号中国军工在回应这条消息为何只有文字没有照片时说道：“过于先进，不便展示。”据介绍，发展重复使用天地往返航天运输技术是我国由航天大国迈向航天强国的重要标志。亚轨道重复使用运载器可作为升力式火箭动力重复使用航天运输系统的子集，是航天航空技术的高度融合体。只有了信息化的、智能化的、先进的武器装备，那么我们人民军队打胜仗才有了基本的一个物质条件。同时呢，它也是一支军队全面的综合素质的一个体现。如果没有高素质的这个人和武器装备的很好的结合，那么这支军队呢，也是不可能很好的发挥这些先进武器装备的效能的。所以说，它是一支军队的这个战斗力的标志，也是支撑一支世界一流军队的一个重要的基础。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提出一系列重大方针原则，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开创了强军事业新局面。如今各战区积极探索新体制下联战联训新模式，陆军高强度开展基地化训练，海军加大新型作战力量训练力度，空军多兵机种联合向全过程体系对抗转变，火箭军推开导弹突击与反导拦截对抗等训法，联勤保障部队组织自主对抗演习，探索联战联训联保新路径，武警部队持续提升应急反恐处突能力。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这是人民军队对使命召唤的坚定回答。除了向100年强军目标迈进，中国军队也正忠实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履行大国军队国际责任，全面推进新时代国际军事合作，努力为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美好世界做贡献。本月9号，西部联合2021演习即将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青铜峡合同战术训练基地拉开大幕。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受邀参演，成为中国军队与外军积极交流合作，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乃至全球和平的又一例证。周六，俄方参演官兵在按照中方防疫规定完成隔离医学观察后，已全部进入演习地域。空军某机场停机坪上，中俄两国国旗迎风招展，5架俄军战机整齐列阵。周六上午，在中方军乐队现场演奏的欢迎进行曲和喀秋莎旋律中，俄方官兵步入仪式现场。中方参演部队代表为来华参演的俄方官兵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在大变局、大疫情背景下，这次演习是俄军首次来华参加战略演习，也是中俄两军连续第4年组织战略演习，充分展现了中俄两国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新高度，充分印证了双方在各个方面都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充分展示了两军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决心能力，必将推动两军互信合作不断发展。中俄两国乃至全世界都面临着许多新挑战，特别是国际恐怖主义带来的威胁。因此，世界上友好国家联合抗击国际恐怖主义是十分必要的。
在接下来的联合军演中，我们要充分交流作战经验。此次演习，中俄双方共派出1万余人，投入多型飞机、火炮和装甲装备。两军将成立联合指挥部，中方参演部队以西部战区为主，俄联邦武装力量以东部军区为主，混合编组、合帐筹划、同台合练，共同检验和提高部队联合反恐能力。中国这种军事外交，对外军事合作，应该说是保持一种开放的这样一个态度，即便是目前这种国际形势更加复杂的情况下，那么中俄保持这种军事外交的态度并没有改变，应该说是代表了这种维护国际和平与稳定的这样一种积极的力量。今年是中俄两军连续第4年组织战略演习，也是中方首次作为相关联演的东道主。从2018年开始，中国相继派出兵力参加了俄罗斯东方2018、中部2019和高加索2020 3大战略演习。分析指出，在疫情期间组织融合度高的联演，困难程度可想而知。但即便困难大，中俄两军依旧保持正常的年度军事演习，这表明增强两军协同能力非常必要。同时，在疫情期间，两军组织联演也能够提高两军在特殊情况下协同合作应对地区和国际挑战的能力。值得一提的是，此前俄罗斯东方2018演习、中部2019演习举行之际，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曾率团赴俄观摩。而此次由中国主导的中俄联演，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也将飞抵中国观摩，这是他首次因军演到访中国。在疫情之下，那么举行这样一场军事演习是非常的不容易。俄罗斯防长来中国观摩这次军事演习，体现了俄方对于此次军事演习的高度重视的态度，同时也表明这次军事演习应该说是得到了两国领导人、两军高层的这样一个重点的关注。除了中俄联演，据国防部发言人吴谦介绍，中国人民解放军还将于8月22号至9月4号在中国境内承办国际军事比赛2021部分比赛项目，并派队赴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伊朗等国参赛。积极开展对外军事合作，中国军队已逐渐与世界各国军队形成多方位、多层次的交流合作格局。深圳卫视记者梳理公开报道发现，仅今年以来，除了西部联合2021演习，解放军还组织参与联演或参加国际赛事共5项。包括2月中旬，我海军舰艇编队赴巴基斯坦参加和平21多国海军联合演习；2月底与5月初，分别与新加坡海军、印尼海军举行海上联合演习。就在本周，我陆军还应邀派员以视频连线形式参加金色眼镜蛇2021多国联合演习人道主义救援减灾演习，并参加4月在俄罗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举行的国际军事比赛2021萨彦岭行军雪地作战行军项目第1阶段比赛。即便在新冠疫情期间，中国军队也依然积极地履行大国军队国际责任，与多国防务部门和军队积极开展抗疫国际合作。仅2021年就向50国军队提供防疫物资，向4国军队派出抗疫专家组，与18个国家军队、国际组织召开疫情防控经验分享视频会议，为外军在华人员提供积极帮助。此外，中国军队还积极提供国际公共安全产品。去年7月，中国第19批赴黎巴嫩维和部队第1梯队205名官兵启程出征，执行为期1年的维和任务。迄今，解放军已派出维和军人4万余人次，现有2500余名官兵在联合国主要任务区执行维和任务。根据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中国还派遣海军舰艇编队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实施常态化护航行动。中国军队正用实际行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近年来，在这种国际反恐、在这种国际维和、在这种热点问题的解决方面，应该说中国军队都发挥了这样一个积极的作用。那么在疫情的情况下，那么中国依然不放弃这样一个军事合作演习，那么实际上是体现了就是中国军队那么这种向世界展示和平的姿态不会停止。大国的崛起要有大国的军队的身影，那么大国军队在于大国的这种国际和平与稳定当中要发挥这样一种大国的责任。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卫。吴先生您好，今天是8·1建军节，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要确保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您对此有何学习体会？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使命型政党，那么由他所领导的人民军队自然是一支使命型武装力量。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就是全军当下聚精会神进行冲刺的具体使命。
它的含义是多方面的。先看时间定位，今年我们迎来了建党100年，那么在并不遥远的2027年，我们即将迎来建军100年的重大历史节点。它刚好介于建党100年与建国100年2个100年之间，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时间节点。再看角色定位，总书记强调，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2个100年奋斗目标的历史进程中，必须把国防和军队建设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加快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由此可见，强军兴军是作为我们顺利实现第2个100年奋斗目标的重要保障。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最后看决策定位，总书记强调，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把握强国强军时代要求做出的重大决策，是关系国家安全和发展全局的重大任务，是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3步走十分紧要的一步。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3步走是由习近平总书记在19大报告中提出的，也就是到2020年基本实现机械化、信息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战略能力有大的提升，同国家现代化进程相一致，全面推进军事理论现代化、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军队人员现代化、武器装备现代化，力争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的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由此可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新3步走分别对应3个时间节点，也就是2020年、2035年和本世纪中叶，也就是2049建国100年前后。而在2020年，党的19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就明确提出，确保2027年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呢？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任国强在例行记者会上进行了专题解读，他谈到了4个要求，即要求加快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要求加快军事理论现代化、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军事人员现代化、武器装备现代化，要求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要求促进国防实力和经济实力同步提升。将4个要求与新3步走对应着看，答案也就呼之欲出了。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就是在走好2020年这一步的基础上，加快步伐，争取提前实现2035年目标。强军兴军的步伐为什么越发急促？因为世界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剧烈的变化，任何宏伟目标的制定都不是闭门造车，必须与我们正身处的世界格局紧密相结合。战略机遇不等人，世界变革不等人。中国的强军梦正式驶入了快车道。另一方面，由中俄两军共同参与的西部联合2021演习将于8月上旬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拉开序幕。这几天，俄军参演兵力正陆续抵达中国，俄方长也将应邀参演。您对此有何前瞻？这场中俄联合军演刚好在8·1节后拉开序幕，当然体现了解放军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从中俄的层面来看此次演习不仅巩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深化了中俄两军务实合作与传统友谊，更展示中俄携手打击恐怖主义势力、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坚定决心和强大能力。值得注意的是，将演习地域与承办战区作为演习代号命名，与中俄在过去几年展开的这个东部18、中央19、高加索20联合军演高度吻合，说明这个颇具规模的空地一体实兵实装联合演习已经成为中俄两军之间的又一个新品牌，与中俄海上联合系列演习形成了陆海呼应。此外，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大校在介绍演习科目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了联合侦搜预警与电子信息攻击，这说明中俄两军将在战场的制电磁权方面有了更进一步的协同合作，这足以体现两国的军事互信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好的，也谢谢吴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
8·1建军节前夕，中共中央宣传部授予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红一连时代楷模称号。该连是诞生于秋收起义的红军连队。三湾改编时，毛泽东同志亲自在连队建立党支部，并发展了6名新党员，开创了我军支部建在连上的先河。深圳卫视记者走进了这支被誉为军魂发源地的连队，探寻红一连百战百胜的制胜密码。华山脚下，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红一连组织的一场进攻演练正火热进行。这场演练模拟的是一场装甲步兵连山地进攻战斗，采取了实装、实车、实打实投的方式，分为战斗筹划、信火突击、前沿突破、前沿攻坚、纵深攻击和围剿扫残等步骤展开。今年4月，红一连所在旅全面换装新型装甲装备，而先驱试点的重任落在了红一连身上。新型装备战场地形环境适应能力、防护能力和打击能力都得到了提高，满足系列化、通用化、标准化的要求。新的主战装备配发到连队之后，让我们全连的官兵都大为振奋，因为主战装备相对于我们以前的装备来说，地形适应能力要更强，操作系统要更加的智能化和人性化，整个操作也更加方便便捷，整个武器装备的机动能力、防护能力和火力攻坚能力都大大加强，特别是在信息化作战方面得到进一步的提升，为我们遂行多种任务提供了便利条件。新装备虽然提升了连队的战斗力，但也意味着装备操作、组训方式、协同模式、作战理念的全方位变革。为了尽快掌握和熟悉新装备，连队党支部成立支委示范车。连长当车长，指导员负责载员协同训练，副连长担任驾驶员。在连队支委的示范带头下，全连官兵技能越练越精，率先通过驾驶、通信、射击3大专业考核验收，很快形成了战斗力。我们支委就迅速组成了支委示范车，进行一个训练和示范。我们连长的话主要负责通信这一块，我们副连长的话负责驾驶这一块，一练就是一整天。我是负责我们的载员训练。在训练场上一遍遍的摸爬滚打，一遍遍的练登车和下车。通过我们的支委示范，我们带动了全连官兵的一个训练热潮。最终，我们在全旅的示范中，我们夺得了所有科目的第1名。94年来，红一连深挖红色富矿，追随党旗方向，每月评选6名优秀共产党员，在连使馆支部建在连上主题雕塑前重温入党誓词，举行挂荣誉章、入荣誉册仪式，让带的官兵做到军魂永驻、血脉永续、优势永存。熟悉红一连的官兵都认为，红一连强就强在连队党支部这个心脏强劲有力，使党的血液流贯全身，连队始终保持盎然生机和活力。作为全军第1个连队党支部，红一连党支部对于支委要求以严著称。来到红一连，先要过3关：传统关、理论关、军事关。闯不过这3关，就没资格成为连队支委。对于红一连1排排长刘文涛来说，过3关的意义尤为深刻。当时过3关的时候，尤其过传统关的时候，是碰了壁的，先后经历了4次检验，才过了连队的这个传统关。连队新任职干部过3关，对于我们新任职的干部来说，是一个终身的话题。这个3关我们是要年年要过，月月要过，并且是贯穿于我们军旅生涯或者是干部生涯一个全过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7月29号到8月1号到江苏省南京市调研疫情防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深入查找漏洞，针对问题症结，落实4早要求，压实4方责任，从严从紧抓好各项防控工作，坚决阻断疫情扩散。南京疫情发生在机场，人员流动大，又正值暑期，造成一定范围扩散。目前各项防控工作正在有序推进，疫情总体可控。孙春兰指出，要对机场及周边地区人员转移集中隔离，开展终末消毒，防止病毒再次传播。运用信息化提高流调效率，转运过程中及时收集相关信息，确保24小时内完成流调。加强核酸检测质量控制，突出重点区域和重点人群，优化采检送匹配度。规范隔离小区管理，做好生活物资保障和心理疏导，开展无疫小区建设，加强患者救治，坚持中西医结合，推进规范化同质化治疗，强化各级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培训，落实首诊负责制，严格院管反控。
统筹南京与全省疫情防控，加大扬州疫情防控力度，增派检测、流调等专家，做到全省疫情防控一盘棋。调研期间，孙春兰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对全国疫情形势进行了研判，向湖南、河南派出工作组。他强调，外防输入始终是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一刻都不能放松。各部门要履职尽责，每个人都有义务负起责任，执行相关政策。各地要建立常态化防控和应急处置转换机制，及时激活指挥体系，加强监测预警，严格报告制度，加快区域协查，统筹公安、公信、公卫力量，优化数据算法，提高推送信息精准性。督促相关地方尽快核查到位，控制景区客流量，严格公共交通扫码通行等措施，引导群众慎终如始，做好个人防护，少聚集，勤洗手，戴口罩，倡导学生暑期减少出行，注意安全。由境外输入引发的本土聚集性疫情持续蔓延，关联病例已外溢至多个省份的20多个城市。湖南张家界发布通告，要求各区县加强小区管理，原则上不准外出。周日15时起，对全市辖区所有道路实行交通管制。对于本轮疫情呈现出哪些新特点，未来走势如何？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最新的判断称，南京疫情整体可控。他同时也强调，要做好个人卫生防护措施。江苏扬州通报，周六新增的12例病例均为南京病例的密接，并将本市一区域由中风险地区调整为高风险地区，另将8个地区调整为中风险地区。此外，目前进出扬州的国内航班全部暂停，部分景区也暂停开放。值得注意的是，扬州本轮疫情的新增病例大多与南京输入确诊病例及关联病例有过密切接触，确诊病例以老人居多，且多人曾去过当地的棋牌室。扬州市公安局周日凌晨发布信息，要求7月21号以后去过四季园秋南苑棋牌室、来东苑183号棋牌室及石可法东路宏远棋牌室3家棋牌室的人员，向所在社区或派出所主动报告。周六，南京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发布通报，近日南京全市公安机关依法立案查处3起妨害传染病防治案件，严防疫情外溢，切实维护疫情防控秩序。沈某某、张某某、王某3人先后被公安机关以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依法刑事拘留，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其他相关涉案人员全部落实追踪管控措施。自7月20号南京报告发生本土病例以来，10多天的时间里，已关联病例超过200例。7月以来的本土病例至少涉及15省。四川省卫健委周日通报，近日四川发生的本土疫情来源已基本清楚，10例病例中9例完成基因测序，与南京疫情株同源。周日中午，山东烟台新增1例确诊病例，系关联南京禄口机场确诊病例密接者。值得注意的是，本轮南京疫情在张家界形成了2次传播。目前，张家界关联病例已蔓延至辽宁、四川、江苏、北京、长沙等多地。张家界周日发布最新疫情防控工作指挥令，要求加强小区管理，居民原则上不准外出，公职人员除非必要工作以外，一律在家待命，手机保持24小时畅通。张家界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通告，从周日15时起，对全市辖区所有道路实行交通管制。湖南省常德市周日也通报，因相遇桃花源节目编导确诊，其曾在7月25号至27号共计9场演出中在景区现场工作。经评估，在常德景区观看这9场演出的777名观众属于高风险人群，请相关人员在做好个人防护的情况下，尽快就近进行核酸检测，并及时向社区报备。湖南省益阳市周日新增1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例无症状感染者，初步判断均为北京确诊病例刘某果的密切接触者。此前，刘某果曾有张家界旅游史。目前4例病例在定点医院接受隔离治疗。湖南省周日已启动15至17岁人群新冠疫苗接种工作，适龄人群可在监护人或学校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按照所在地的接种政策指引，前往接种点接种新冠疫苗。在校适龄学生还应遵照学校的有关安排和要求。此外，海南省海口市周日检出1例新增确诊病例胡某，其于周五看到湖北确诊病例的通告，觉得自己与确诊病例有活动轨迹交叉，随即自行前往医院做核酸检测，最终确诊。
这也提醒广大市民朋友要时刻增强个人防护意识，主动向属地防控工作指挥部或疾控机构报告个人的行动轨迹，积极配合各项防疫工作。在周日下午举行的北京市第228场新冠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新火介绍，周日0至16时，北京新增2例境外关联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1例无症状感染者，均为湖南省张家界返京人员，来自同一家庭，现住房山区。初步判定上述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有16人，已落实管控措施。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和建表示，将减少人员进出京流动，坚持非必要不出境、非必要不出京。建议市民群众最大限度减少出京活动，提升进京管控等级，严控中高风险地区人员进京，对出现病例地区的人员限制进京，暂停来京航班、列车、客车班线，强化进京通道管控，铁路、民航和公路检查站严格查验，落实谁申请谁负责，谁审批谁负责要求。全市上下要进一步警惕起来，严防死守，不惜代价，以最快的速度、最严格的措施、最果断的行动，从严从紧抓好首都防控工作，坚决阻断病毒传播的渠道，严防疫情扩散蔓延。河南省周日通报，当天0至15时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例，无症状感染者2例。通报称，本次疫情主要为德尔塔毒株引起，必须采取更加严格的防控措施。同日，包括河南博物院、洛阳白马寺、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风景区以及郑州全市旅游景点暂停开放。河南省卫健委介绍，从目前的数据来看，本次郑州发生的疫情传播快、散发性强，省内出现的本土确诊病例及无症状感染者多为郑州市第6人民医院关联病例，该医院为境外入境人员定点收治医院。目前疫情仍处于流行前期，防控形势严峻。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周六在广州出席一场活动时表示，自己对南京的疫情不大担心，南京是大城市，管控方面做得非常出色，但是到张家界这样的小地方会不会传染还是未知数。钟南山同时提醒，在人多通风差的地方一定要戴好口罩。钟南山还引述广州疫情的相关数据证明，国产疫苗对德尔塔毒株的防护依然有效，需要有83.3%的人打了疫苗才有可能建立群体免疫，而大规模疫苗接种实现群体免疫需要2至3年的全球协作。在南京，我个人的看法是，病情是可以控制，再过10天半个月可以完全应该可以控制。我相信呢，南京还有我们全国的在中央的领导下，这一次的疫情应该想办法就是在相对短时间积极的控制，希望能够不要再像以前呢在全国又扩散开了，这是很重要的任务当前。随着德尔塔变异毒株的侵袭，美国近期疫情严重反弹。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发布新指引，建议所有已经完成新冠疫苗接种的民众，在疫情传播地区，尤其是德尔塔变异毒株肆虐地区的公共室内场所佩戴口罩。然而，新版口罩令一出，美国两党再现口水战，国会众议院共和党人集体暴走，对口罩令发起抗议。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周五全美报告新增新冠确诊病例超过10万例，为今年2月7日以来的单日增幅最高纪录。其中，佛罗里达州成为美国疫情新震中，全美1/5的新增病例来自该州。佛州杰克逊维尔市一家医院的护士接受美媒采访时透露，由于住院病例大幅增加，医院现在已经无法提供单人病房，而是改为多人间。That's back to where we were last December, last January, in our big peak of last year. So we're kind of taking a step back to where we were and trying to navigate through this new variant and help as many people as we can. And it's very busy here. 专家认为，近期病例激增与美国国内疫苗接种率不达标密切相关。美国抗疫队长福奇指出，截至目前，美国近半数人口尚未完成疫苗接种，而新冠死亡病例绝大多数都是未接种疫苗者。疫情模型数据显示，如果美国疫苗接种率不能提高，最坏的情况下，单日新增死亡病例将达4000例。此外，德尔塔变异毒株的加速传播也是美国这一疫情破防的主因。华盛顿邮报披露了一份美国疾控中心的内部文件，
称德尔塔变异毒株的基本传染数高达8至9，也就是一个人能够传染8到9人，而此前的新冠病毒的基本传染数只有2至3。美国疾控中心主任瓦伦斯基随后证实了该文件的真实性，并表示德尔塔变异毒株的传染性不亚于水痘，甚至可以通过接种疫苗的人传播，并可能导致比早期毒株更严重的疾病。为保证民众安全，美国疾控中心周二修订防疫指导方针，建议已接种疫苗但处于疫情严重或高风险地区的美国民众在室内佩戴口罩。美国总统拜登当天发布声明，呼吁所有美国人遵守新版口罩令。然而，共和党政客却不买账。在疫情最严重的佛州，共和党籍的州长德桑蒂斯就公开拒绝强制令，并限制各地官员出台防疫措施的权利。更离谱的是，德桑蒂斯周五宣布禁止当地学区在新学期复课后要求学生佩戴口罩，美其名曰是为了保护家长和学生自由呼吸的权利。This should absolutely not be imposed. It should not be mandated to be able to provide protections for parents and kids who just want to breathe freely and don't want to be suffering under these masks. 不具备医学背景的德桑蒂斯还称，确诊病例激增的原因是由于夏季天气炎热。比起戴口罩，民众应更多待在开空调的室内。由于疫情的强势反弹，美国国会山医务部门本周也宣布要重新收紧一系列防疫措施，包括在众议院所在建筑内重新强制佩戴口罩。国会山警方周三开始执行最新收紧的防疫措施，工作人员和访客如果坚持不戴口罩，甚至面临拘捕。对此，众议院的共和党人纷纷表示反对。周四，40名共和党众议员不戴口罩，气势汹汹，成群结队地在国会大厦走廊内走动，上相关办公室兴师问罪。不但如此，他们还聚集在圆形大厅大声抗议。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就在社交网站发帖称，这并不是基于科学的决定，而是民主党人出于政治目的的决定。他们想永远生活在疫情下。对于麦卡锡这番言论，民主党籍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记者会上回应道：“他真是个白痴。”事实上，在正式执行这一防疫政策之前，两党众议员就已经在国会围绕是否强制佩戴口罩激辩了好几天。 You only should wear the mask for the hot spots. So what is Washington? The vaccination rate for the members of Congress is over 85%. And as of today, the transmission rate on the Capitol campus is less than 1%. Well, the facts would tell us this isn't a hot spot, so the CDC recommendation doesn't apply to us. The top doctor for Congress asks us to put on masks when we come to a chamber with 435 people. Somebody in this chamber is coming from a hot spot. Somebody represents the hot spots. And they get in a plane and they fly here and they interact with all of us. 观察人士指出，共和党政客的态度以及围绕戴口罩的激烈争论，在美国并不陌生。从去年疫情爆发到如今疫情再度反弹，拒绝口罩的态度在美国相当有市场。在共和党人心中，是否佩戴口罩这件事不单单是一个科学问题，更多的则是具有政治意义。令人无奈又讽刺的是，共和党人明里暗里阻挠抗议，最后受害的当然还是美国民众。除了针对疫情，两党在国会的斗争也愈演愈烈。特朗普的纳税问题又有新进展。美国司法部周六宣布，国税局必须将特朗普税表提交给国会。台湾政治大学国关中心研究员汤绍成向深圳卫视表示，民主党人紧抓特朗普纳税账目问题不放，主要是希望借此打压共和党，因为特朗普在共和党内部依旧具有举足轻重的分量。美国政治新闻网周六就爆料称，特朗普的政治团体在2021年上半年筹集了8200万美元资金。这个数字既凸显特朗普筹款实力的触角之广，也反映了特朗普的党内影响力不减。他的这个支持度啊，在这个共和党内啊，好像还是蛮高的啊。说万一如果说他再东山再起的话，那这个东西是这个对整个美国的这个影响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啊。那所以我是觉得说，美国现在相关单位呢，他们加紧脚步啊，要来对于川普的这个所谓的税务的问题啊，来做一个调查。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是有相当重要的意义的。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
陈先生您好。美国新冠疫情再起，单日确诊周五再破10万，但驴象两党却在为戴不戴口罩死磕互斗。您对此如何看？美西你好，这就是美式民主，为戴不戴口罩这样的事呢都要闹一下，给人呢一种美式民主就是惹是生非的感觉。40多名共和党议员呢喊到这个圆形的大厅呢表示抗议，反对强制戴口罩，让人呢容易想起今年1月6日的国会山暴动，只不过呢前者和平，后者暴力。民主党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呢痛斥共和党领袖麦卡锡是白痴，这麦卡锡呢反击说强制戴口罩不讲科学，骂来骂去，美国呢确诊人数却在不断的上升。防疫专家警告，德尔塔变种病毒呢已经突破了这个疫苗防线，那么害得拜登总统呢不得不搞有奖接种，给接种的人呢100美元的奖励。两党呢为琐碎小事斗气的事呢还很多，比如说呢，拜登在一次会议上没有擦干净这个吃饭留在下巴上的蛋黄，这共和党呢是立即兴风作浪，认为呢拜登有失体面，要求白宫呢出具总统的健康报告，看他呢这个适合不适合继续执掌国家。这两党的裂隙比较大，但是呢也有两党合作的时候，有的时候呢是不约而同，有的时候呢是艰难谈判。昨天呢，美国国会的几名议员就不约而同的在国会外搭起了帐篷，抗议国会呢忘了延长这个防疫期间呢不支付房租的政策，那么可能呢会导致这个成千上万的美国人被赶出家门。当然呢，两党也有经过艰难谈判而达成一致的。你比如说呢，上周五参议员呢克服这个严重的党派分歧，通过了拜登政府提出的1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议案，以便呢提振经济、翻新道路和桥梁等基础设施。可以这么说两党呢有时是你死我活，有的时候呢也能够顾全大局。明显伤害民意，特别是这个伤害本党支持者的事呢，一般都不敢干。而呢，政客对个人的攻击呢，则是毫不留情。